中国资本频繁海外出逃，谁是那个最大的冤大头？2016年，苏宁少帅张康阳意气风发收购国际米兰，8年烧光13亿欧元。李永宏举债9亿拿下 AC 米兰，却以3.03亿高利贷沦为阶下囚。为何还是有资本渴望走出国门？2016年，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以780亿元财富位列胡润百富榜第10，正值人生巅峰。同年，25岁的张康阳结束在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的实习，带着华尔街的光环回归苏宁，主导了其职业生涯首个重大项目——收购国际米兰。这场收购始于2016年6月6号，苏宁体育以2.7亿欧元获得国米70%股权，但这仅仅是开始。据米兰体育报披露，苏宁在2016年至2024年间，通过直接注资、承担债务、球员转会等方式，累计投入超13亿欧元。其中，2021年向橡树资本借贷的2.75亿欧元高利贷，年利率达12%，3年后本息滚雪球般增至3.95亿欧元。张康阳2019年成为欧洲足坛最年轻主席，任期内国米豪举2座意甲冠军、2座意大利杯冠军和3座意大利超级杯，但成绩背后是持续的财务失血。2018至2019财年，国米营收4.17亿欧元，创历史新高，但仍净亏损4840万欧元。2020年，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调查显示，国米过去3年亏损达3.2亿欧元，远远超规定的9000万欧元上限。2024年5月22号，橡树资本正式接管国米。这家以困境投资著称的美国基金，仅用3.95亿欧元贷款，便获得估值12亿欧元的俱乐部，收益率超过200%。而苏宁投入的13亿欧元本金，加上数亿欧元利息，最终血本无归。与国米隔城相望的 AC 米兰，同样在2016年迎来中国资本浙江罗斯内里投资公司实控人李永宏，以5.2亿欧元收购金，加上2.2亿欧元债务承担，完成对 AC 米兰的收购。罗斯内里的初始资金中有3.5亿欧元来自国资背景的海峡汇富产业投资基金。2017年，银监会海外并购监管风暴袭来，海峡汇富突然撤资，李永宏瞬间陷入资金链断裂。此时，美国对冲基金艾利奥特带着3.03亿欧元高利贷出现，年利率9.8%，抵押物直指 AC 米兰全部股权。这笔贷款的条约堪称致命，若2018年10月前无法偿还，艾利奥特有权直接接管俱乐部。李永宏孤注一掷，豪挣1.6亿欧元，签下博努奇等球星，试图以成绩扭转局面，但事与愿违。AC 米兰意甲排名不升反降，因违反财政公平法案，被欧足联罚款1200万欧元，并禁赛2年。2018年10月，艾利奥特启动股权质押，李永宏的米兰时代仅持续454天便宣告终结。2022年，艾利奥特以12亿欧元将 AC 米兰出售给红鸟资本，4年间收益率超300%，而李永宏的实际损失远超账面。除了3.03亿欧元贷款本金外，还需支付约1.2亿欧元利息，加上前期投入的5.2亿欧元，总亏损超9亿欧元。国际市场如此收割中国资本，为何中国资本还是如此向往国际市场？张康阳作为苏宁少帅，在缺乏董事会有效制衡的情况下，主导国米收购，这种家族企业角色模式，使得收购过程中对橡树资本的尽职调查严重不足。李永宏收购 AC 米兰后，未能建立有效的跨文化管理团队，导致与当地管理层、球迷群体矛盾激化。2017年1.6亿欧元引援，不仅未能提升成绩，反而引发更衣室动荡，凸显中资企业在海外运营中的文化隔阂。事发之后，银监会对海外并购的紧急排查，虽遏制了非理性投资，但政策转向过于突然。李永宏的浙江罗斯内里公司因国内撤资被迫转向高利贷，最终落入艾利奥特陷阱。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，中国资本对国际规则的理解仍停留在表面，要避免重蹈覆辙，需实现转变，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。宁德时代在德国设立研发中心，通过技术本地化融入欧洲产业链，而非简单收购资产。这种技术出海模式值得借鉴。除此之外，建立覆盖法律、政治、文化的全维度风险评估体系非常重要。
隆基绿能在东南亚投资时，通过与当地政府签订长期电力购买协议，有效锁定政策风险，推动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治理体系。当中国资本再次扬帆出海时，单纯的资金优势已不足以立足，唯有构建资本输出到价值创造的蜕变，才能真正站稳脚跟。这不仅是商业层面的进化，更是一个国家在全球化竞争中成熟的标志。